是太阳神拉，然后加法老执政的时候会有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 S， 就是拉美西斯的名字。看这个颜色，3000多年都没有褪色，很厉害。你有看到一个法老的人脸，算是一个隐藏景点啦。你可以看这个是你进来需要看的，它是太阳船，然后还有其中一本书。在这个神殿里面，大部分的壁画都保存得非常完整。那这些壁画呢，就是在讲说拉美西斯3世如何打败他的敌人，还有他如何供奉一些祭物给阿蒙神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要从开罗前往卢克索，然后我们决定搭巴士，大概要10个小时，所以有一些人会搭过夜火车，但是那个很贵，100美，好像是100美。你也可以搭飞机，但是我们选择搭巴士，就是会比较耗时一点啦。我们卢克索见。我们下客运了，现在要搭船去西岸，但是我们找的是私人的。成功抵达民宿，明天再给大家看长什么样子。今天就这样，太累了，坐车坐到头昏了。大家晚安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人在卢克索的帝王谷。然后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就是在门口这边有挂着有一个牌，然后上面有日本的国旗，还有埃及国旗。他们说，因为日本人就是有帮助，在2006年的时候就有帮助他们。应该是有资助吧，所以这边呢，连这个告示牌，就是连这个解说都有日文诶，觉得很有趣。你如果从民宿来，不管你住东岸或住西岸，如果你住东岸就要先搭船，如果你住西岸的话，就是基本上这边是没有 Uber 的，所以你就是一定要 bargain。我们刚得到的价格是1个人50埃及镑，但是一路上他就一直问你说你从这边结束要去另外一个那个 Hatshepsut Temple， 你也需要车啊，blah blah blah， 他就希望可以跟你谈一整天的价格等等等。然后，但是我们最后就是坚持说你载我们来这边就好，然后我们花100块2个人，所以大家看自己的功力。然后你从入口处一进来会有一个像小市集一条的地方。一路上大概有5个人吧，就是要一直跟你搭讪，说要卖你东西，这样，你就是对，大家加油。好，等一下就带你们去看，我们现在先去买票。进来右手边会有像这样子的牌子，建议大家可以看看，因为它就是解释说这个象形文字代表什么。像这边就有介绍说，这个图是太阳神拉，然后加法老执政的时候会有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 S， 就是拉美西斯的名字。所以觉得蛮有趣的。如果你就是去很多神庙的话，通常就会看到很多象形文字啦。进来之后呢，右手边就出来，右手边你可以花20块埃及镑坐这个车，我个人是蛮推荐的啦。在这个高温底下搭个车是来回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到帝王谷里面了。我知道现在看起来很有趣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走在这个帝王谷里面，虽然不是到太大，但是真的很需要像这样的毛巾，还有很需要太阳眼镜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太阳眼镜，这一整片在太阳底下就是瞎你的眼睛，就是非常需要这2样东西。然后我们这次选择的3个墓是第2个墓11跟14，所以等下就进去给大家看。我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第14个，名字就是没有办法念给大家听了。然后你从这个一走进来呢，满满的都是壁画，但是这前面的壁画还就是应该是颜色已经褪色了。那这个长廊总共会有 ABCDE， 所以应该是5个。
头上有这个表示是太阳神。大家看这个中间的这个图，看这个颜色，3000多年都没有褪色，很厉害耶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古墓奇兵？然后会有什么盗墓陷阱之类的？等一下就会有大球滚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要赶快跑。在第14号墓的尽头，你就会看到它的棺木。这一整个呢，如果你去那个埃及博物馆，就是市中心那一个，这个棺木就是最外面那一层，它中间还有很多层，最里面才是木乃伊。然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在这个棺木里面呢，如果你有来的话，你把就是你手机开手电筒，然后伸进去照，看这个棺木的上面。你会看到，看一下，好，我尽量，反正呢，就是好，在这边你会看到一个法老的人脸，算是一个隐藏景点啦。大家如果有来第14号墓的话，可以看最里面的这个墓室啊，天花板都已经有点剥落了，所以壁画看不太到什么，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棺木的上面的话，确实是还有一个雕刻出来的法老像。我们现在在这个第11墓是拉美西斯3世的墓，然后它还没有挖完，所以你走到最底下呢，它还就是在保存当中，还在尝试修复跟保存。然后觉得11墓是必来，因为这一整条路上，你虽然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面看到它的墓，但是这一路上的壁画是色彩都还保存得非常完整，然后整条路是它连天花板都有刻，就是都还保留着，所以非常推荐大家来11墓观看。拉美西斯3世算是蛮有名的法老，然后他在忘记是22还是20王朝，是蛮有名的一个法老，因为他抵御了外族，非常成功。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法老都是他的儿子拉美西斯4、5、6世。这个墓的壁画呢，还包含了他们，这大部分是他们日常的生活，比如说预备食物、供奉的食物，然后或者是战船的一些图画。所以你如果看这些壁画，它当然有解释啦，但如果你看这些壁画的话，其实可以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预备是怎么样，蛮有趣的。接下来最后一个墓，我们选择第2个墓是拉美西斯4世。大家如果进来看第2幕，就是拉美西斯4世的话，
你可以看这个是你进来需要看的，它是太阳船，然后还有其中一本书。这是第二个你进来拉美西斯4世的墓要看的东西，是他们在这个墓里面找到类似像这样的象形，其实我不知道是什么文字，但就是这是他们考古发现的。在古埃及的概念，他们比较注重来生，虽然我们基督教没有这个概念，但是你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来生。所以右边这个是他们拜的神，左边这是法老，这个是象征复活的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像这样法老跟神的连结，在壁画或是在神殿当中是蛮常出现的。所以让我个人就是真的很惊讶或者是很赞叹的是，你看流传了几千年的这个，在上面的每一个符号其实都有它的意思的，然后现今的人怎么有办法把它解读出来，然后甚至解读这个这么辉煌的历史过去是到底如何，很厉害耶。所以你在这个墓里面看到是科普特人的祷告，他们的祈祷文，还有他们的圣人。世界排挡在方向盘旁边，超酷的。接下来我们到了下一站是哈布神殿。事前呢没有做到阿布神殿这个地方的功课，但是实际来了之后呢，发现蛮值得来的，因为这个阿布神殿非常的大，它总共从入口进来总共有3个像这样子这么大的区域，然后上面的壁画非常的完整，甚至说颜色都保存得很完整。但如果你可以跟 tour guide 或者是那个埃及学者一起来，他解释给你听的话会更有趣。但是我觉得光看这些壁画就已经非常令人赞叹。快速的做功课来跟大家分享，这个阿布神殿是拉美西斯3世建造的。那这个神殿是为阿蒙神建造的。以前呢，在古埃及这个地方叫做底比斯，是那个时候埃及的首都，也是一个很繁荣的重要城市。那其中一个小 town， 一个小城市呢，小区域就是阿布，就是这个地方。那阿布神殿呢，可能会跟其他的南部的这些神殿长得不太一样，但是为什么它很有名？是因为在这个神殿里面，大部分的壁画都保存得非常完整。那这些壁画呢，就是在讲说拉美西斯3世如何打败他的敌人，还有他如何供奉一些祭物给阿蒙神，确实是蛮推荐大家来的。只不过来这边有一点点远，然后风沙很大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哦。跟大家介绍我们现在吃的这间餐厅叫做 Sunflower。在我们下午经历那个大风沙之后呢，就是倒了倒，毁的毁，所以这一整块区域已经停电了，所以我们房间没有冷气，也没有风扇，然后我们更不敢开窗，因为外面都是风沙。我们趁风小一点，现在是晚上大约7点出来吃饭，一片黑呀，一片黑。你们看到光的地方是东岸，就是尼罗河的东岸。所以我们就是享受这浪漫的夜晚，吃着你可能看不太清楚的晚餐，就先这样啦。大家晚安，明天见。好吃明天再跟大家说。